on the house.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警情通报。今天要通报的警情发生在亚利桑那州的芬尼克斯市西南部的54大道跟华纳街5405号住宅的内部。2022年2月11号，这天凌晨2点15分左右，斯菲尔德市警察局接到了起报警电话。报警人声称，在51大道跟百老汇路附近的住宅内，有一名女性被枪击了。接到警情后，在附近巡逻的警员迅速赶到了现场。由于警方并未公布视频简报，所以该案件的相关信息都是来自警方的发言人口述以及新闻报道，可能不完整或者错误。案件的完整简报视频只能等待芬尼克斯市警察局公布。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最先到场警员的执法记录仪。这个站在门口的黑人就是这起事件中的嫌犯，现在他让这名警员过去。Who's on the house? Who's on the house? 嫌犯直接对着警员开枪。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的画面。警员下车后，这名嫌犯一直让警员过去，因为嫌犯是侧着身子，并且把他的2只手都露了出来，所以这名警员并没有想太多，就直接过去了。Who's on the house? Who's on the house? 在警员过去的同时，嫌犯直接拔出了自己的手枪，对着警员连开6枪。警员直接站了起来，撤出了现场。嫌犯再次对着警员开枪。警方的原始镜头发布于2022年2月18号早上6点10分。由于警方只公布了10几秒的记录仪视频，让我们直接切换到大约1个小时后前来增援的警员与嫌犯对峙时，屋外记者拍摄到的视频。现在我们看到在场的警员都已经站到了警车后面当做掩体，但是这些警员并不知道在屋内一共有几个人。根据事后信息，我们得知现在屋内一共有4个人，分别是持枪嫌犯本人跟他的前女友以及他们的孩子，还有一名男性是嫌犯的兄弟。由于环境过于黑暗，让我们进入上镜视角来看一下在场警员的站位。通过上镜视角，我们可以看到住宅前门至少有20名警员跟10几台警车。这栋住宅的后面是车库，在场警员已经用警车堵住了车库门。根据警方的发言人描述，这名嫌犯在对着首位到场警员开枪后，试图从后面的车库里开车逃跑，但是被前来增援的警员的警车挡住，逃跑未果。让我们回到记者的视角。天上的声音是当地警局的警用直升机以及当地媒体的直升机。我们看到门口有一个人举起了手，他的左手上拿着一个奶瓶，右手拿着一个包，怀里抱着一个婴儿。他在朝外面的警员挥手。这名男性的怀里确实抱着一个婴儿。现在他又退回到了屋内。屋外的警员一直喊话，让他举起手来，他应该就是嫌犯的兄弟。这名男性再次出来。现在这名男性出来，跪在了地上，把手里的包放在了地上，又把婴儿放在了地上。我们并没有听到在场的警员给出指令让他去做这些事情。现在这名男性听着警员的命令举起了双手，转过了身去。
现在他退到了警员的旁边，会有警员给他戴上手铐，对他进行搜身，然后把他关押到警车上。嫌犯直接对着警员开枪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画面。现在至少有8名警员朝住宅的门口走去。通过这帧截图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已经有11名警员来到了房屋的门口。在最前面的警员已经踏上了台阶，进入了门口。在脚下的就是那名婴儿，有一名女警正在抱那名婴儿。随后屋内的嫌犯就对着警员开枪射击。这名中枪倒地的警员就是刚才我说的正在抱着婴儿的女警。在队伍里的警员也出来了，退到了侧边。这名中枪的女警已经爬了回去。现在所有警员都已经撤出了门口周围的区域。这2名警员架着腿部中枪的警员撤出现场。刚才在门口的警员都在检查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中弹。这名警员检查完身体之后发现没有中弹，把止血带脱了下来。通过放大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记录仪是开启的状态。不过警方只公布了首位到场警员的执法记录仪镜头，并未公布其他警员的记录仪镜头。让我们直接进入事后。之后我们了解到，这名嫌犯被确认为36岁的莫里斯·琼斯。他拥有多项犯罪记录，包括盗窃车辆、使用致命武器袭击他人、2次违反缓刑条例、非法运输他人入境、殴打他人以及盗窃枪支。他使用的武器为一把手枪。在他对着门口的警员开枪后，试图从住宅的后面开车逃跑。由于在场警员提前用警车堵住了车库门，逃跑未果。回到屋内后，再次对着到场的特警开枪。不久后，全副武装的特警队员把门口的那名婴儿抱了回来。事后，这名婴儿被确认为嫌犯跟他前女友的孩子。在对峙了数小时后，特警队员们进入房屋，发现了这名嫌犯已经死了。之后，他被法医证明为自杀。被嫌犯枪击的那名女性被确认为嫌犯的前女友沙蒂法·洛布利。由于身中数枪，伤势过重，被送往医院后宣布死亡。那名抱着婴儿从屋内出来的男子被确认为嫌犯的兄弟。警方并未公布他的名字，目前他正在配合警方调查，未被指控任何罪名。这起事件中，最先到场的警员被嫌犯击中右臂受伤，经过治疗后现在已经出院。嫌犯在第2轮对着在场警员开枪后，共造成了8名警员不同程度受伤，另外4名警员仅受轻伤，并无大碍。截止2022年2月17号，受伤的9名警员全部已经出院。其中31岁的警员阿尔多·努涅斯，他是第2波到场的警员。这名警员被嫌犯射出的子弹弹片击中了右腿。根据警员自己的描述，在他中枪后，是他自己把右腿里的弹片拔了出来。他说自己并没有选择前往医院进行救治，而是选择了留在现场。在特警队接管现场后，这名警员才前往了医院进行救治。拔出来的弹片交给了调查人员。警方暂时没有公布其他数名警员的姓名信息。目前所有受伤的警员均已出院。最后，这起事件共造成2人死亡，9人受伤。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要关注我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十分感谢。截止投稿之前，芬尼克斯警察局并未公布执法记录仪的视频。